快是什么呀？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它不是自责不自责的事儿，就说你后悔都没有不给你后悔的机会。但是我想说一个观点，尤其是就是这个前提是放在国内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安全环境其实真的就是已经算是挺安全的了。就是比如说你像是国外的一些就是青少年什么，他们其实很多就是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都经历过被强奸或者怎么样，就是都是就可能10个人里面有1个人就经历过这种事，就是其实不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你放在国内有大环境下的话，其实这种事发生的就是跟国外比真的很少，因为国内的大环境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然后我们当时讨论的就是说，就是你更希望用一种国外家长教育孩子那种，就是比如说撒手不管，或者是不给那么多限制，还是说国内家长那种保护好那种方式来教育孩子？我们一致都觉得，就是他应该是取在一个中间点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就是那天，因为大家所有人都是国外留学生，就是都是在他朋友全都是在加拿大上学，然后我微博就都在英国上学，我们就觉得说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国外都能照顾好自己，在国内的话，肯定就是更不用担心说我们在外面会出什么意外。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也不同意，就是我和朋友去外地玩或者什么，你总担心乱什么的。但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国外都能把自己照顾好，就在国内真的没有必要说，比如说去外地跟朋友玩一趟，就是也很担心那种。而且去外地玩倒问题不大，没跟你说，我就说这个半夜晚上这种，实际上是从你要分析不安全因素里面是最那什么的。是，但是我其实觉得就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你像魏宇轩过生日那次，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民宿里面嘛，然后大家就是玩游戏什么，但是那天你不是也是让我早回家吗？那不早了，孩子，那都是快11点半，快12点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可能是我们就是代沟年龄上一个差距点。那天他去接你，我已经在单位等了两三个小时了，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是玩的痛快了，你得有时候得为别人，就刚才爸爸说的，也得为别人着想。你想妈妈上班都累了一天了。我知道，你听我说完，就比如那种情况，就是来讲话，可能他们那天确实是喝到了2点多，然后走的嘛。那你说你要喝到2点，肯定不太合适嘛，对吧？确实，但是他那个地方那天其实可以住在那儿的，也是。哎，就是本身啊，你说出去玩儿，晚是一方面，出去玩儿完了再喝酒，这个酒这个东西呢，爸爸还略有点发言权，是吧？首先说它是助兴，是吧？完了喝酒呢，能够什么促进这个气氛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酒精的作用啊，完了能够这个让和人之间这个感觉距离拉近啊也好，是吧？这使得可能酒精对人的一些个好像还算好一方面的，但是呢，如果一旦这个过了这个度，是吧？首先是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伤害，其次呢，这个酒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让人的这个意志就不清醒了，是吧？为什么说这个酒后无德等等这些，是吧？你在酒精作用下，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控制不了。有时候说，哎呦都断片了，说断片了，说哎呦就蒙头大睡，是吧？有的呢是这个，你看有的连那个喝完了连自己家都找不着。有的是这个，
这个发泄狂躁是吧？有的呢，那就有可能他就会实施一些这个不好的行为了。说即使说你是熟人认识他，但是他在这个酒精的这个作用下，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是吧？但我觉得就就是那种情况大前提就是大家就是不会说往死里喝的那种。当然了，就这样是最好啊。再说，而且说句实话，你像有时候就说，就是昨天包括那个我跟小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微博有这样的，就是怎么看有没有那个什么女孩喜欢，就是说，比如说他为什么就说因为年轻人呀、你想就你像你还没参加工作，哥哥是刚参加工作，你想那个挣点钱也是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另外，你说就是偶尔玩儿，说放松一下对心情，这些都没关系，但你不能说是，就是说把生活的大部分都放在这个娱乐的这个上面儿，怎么潇洒，怎么享受，物质极大的去。我觉得微博也没有啊。不，我就不是光说微博有这样的，实际上是。确实，我也很赞同。我觉得就是我所有说的这些大前提，都是我其实就是很偶尔，就比如说。就是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聚一起玩吧。就说，其实实际上年轻人经常聚在一块儿，什么喝酒啊这些，就本身就不是应该的事儿。就大家也没有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个人就是其实就是不你还没事儿，就像哥哥那样的，真的就已经很频繁了。哥哥没有很频繁啊，还不频繁，他一周2周最少也得有一两次吧。他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像尤其刚进入单位以后，那必须得把精力，因为他本身又不是说专业上又特有优势，好多东西要学的。你这真是，就哪有说天天就是玩儿、打球是吧？打球锻炼身体还行，那一天到晚的就约这个约那个出去玩。他真没有。我就说呀，就说他不是光说他。其实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同等毕业的人，人家过几年以后，有的人家能发展的更好，那就说明人家肯定就是投入的东西多，下的功夫多，人家去努力了。有的呢就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方面了，最后呢时间长了就是混日子，碌碌无为。其实你可以看看那个耶鲁大学就对学生的。那个10个那个提示，我觉得那个提的真是挺好的，是吧？首先人家强调这个要充分的自信，是吧？这是那大学生将来面临这个成人以后的这种社会生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是吧？这是需要这几年当中这个。逐渐的这个建立的是吧？那个我现在脑袋真是不好使，就记不住那么多条啊。另外呢，就是说所谓的感恩是吧？再有呢，就是大致意思呗，反正就是要耐得住寂寞是吧？要。你那根本就是那种营销号写，谁告诉你就耶鲁大学？你可以查一查，这也可能是啊，但是我觉得。人家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吧？这个人就是就激励人的也好，或者说教人向善，或者说引导人能够做更好的自己的，这个咱都是有判别力的吧？是不是？是，但是我是想说，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就是在你们觉得说可能就是你像什么酒吧文化，或者说是去什么 club 呀，是一种不好的，就是说什么不好的行为。但是你比如说放到英国或伦敦的话，就是他们的酒吧文化其实是一种社交方式，就是他们有好多就是像那种小 pub 外面就是有很多人站着，然后大家就举杯酒像聊天那种。跟咱那个还不是太一样。它并不是说。它不就不好？就是你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跟子琪聊一聊，比如说就是说你问一下他这种问题，就是哎，但我觉得那真的就是看个人，就比如说
对比如说你像你就是说让他去，他比如为什么他不愿意去，或者他没有不愿意，他那天也跟我说他想去啊。哎，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从没去过，好奇是吧？这驱使的去啊，这个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以后，就是也没那就是对，看就是看有我来没有说一下必要，我现在的状态啊。有没有必要，或者说这个能所谓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经济的承受能力，喂，是吧我就在？这就是说接着白了，就是别对那个，就也不能说叫痴迷于吧，就是说拿那东西就当成很日常的一种的，好像那种交流聚会的一个场所，是吧？其实有些呢，就把人约着一块儿吃个饭，聊聊天儿，是吧？嗯。我还没看呢。你们俩都看完了？哦，那就而且往往啊，就是说还是昨天咱们聊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方，他这个所谓的互相这种交融的东西，它是相互这个怎么说呢？它是有一种变化存在，是吧？你像他西方人，你说一酒吧好像啊，就是喝点酒聊聊天的地儿，是吧？啊，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呢，哎，这就是感觉好像是那种有钱消遣的。我觉得酒吧还好吧，那是酒吧，你就顶多买一杯酒能消费多少？就举这么个例子。但是你要说是夜店的话，那确实是他，你要是就比如说周末订个卡，确实是挺贵的。对呀，你看，就包括就是要不是说看那个新闻，就是说外国人打麻将，啊，其实他们打的那麻将就跟咱们那个麻将，它有好多那种玩法，或者说是那什么的一些变化。要让咱们来看说呢，那根本就不是麻将，它就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到了另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它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是吧？就是反正对我个人来说，就我实话实讲告诉你们，就是我对于比如说蹦迪或者是在 club 在国内的体验，就是我基本上是去半年一次，就半年一次，这个频率是我的频率，就是我确实受不了，就是总去那种，就是我去一次就是可能就能管个3、4个月、4、5个月、5、6个月那种，因为确实你去完一次之后你会觉得很无聊。什么王思聪那种人去的？这也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也可以把所谓的网红啊什么的，哎，这是你的一个 这是你的一个就是来固化标签，因为就是平心而论，就是你们两个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嘛，就是我一开始去的话，我也是觉得好奇，但是就是你去完一次之后，就是你知道是这样之后，你确实不会说经常想去，因为大家去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就是朋友或者是你认识朋友，就是大家一起，比如说就是玩喝酒游戏，然后就是比如说他放的，我个人喜欢听那种嘻哈的音乐的。我非常不喜欢国内，他们大部分放的都是那种电子的那种非常土的电子，就我非常不喜欢。所以我也很少去国内，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就比如说就是你跟着跳一跳，就是其实也是这种对我来说是一种。还算是比较放松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我来说，就是可能说半年一次我就够了。我肯定不会说是那种我经常去，而且说白那种地方啊，确实就是大家总去的话，
就是确实也是消费很高。我觉得就是我花我父母的钱，就是如果就是经常或者怎么着去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因为确实，比如说你要是订一个卡的话，你一个卡就要低消可能就得3-4千最少。但是你要大家 A 的话，可能分，比如说你一个卡有5-6个人，你可能一个人就得也得分个300-400-500-600块钱的这种的，所以而且还是就是有的时候的低消嘛，所以就是我也不会经常去那种地方，但是就是偶尔的时候，我可能也需要那种社交的生活，就是我意思是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 like 就是我可以实现到说，就是可能是半年一次或者怎么着这种频率。另外呢，就是还是其实以前也跟你聊过，就是说这国情不一样，是吧？如果说你将来所向往的或者说从事的职业啊，是一种要求人这个自律性比较高的那种职业的话，啊，那你就得从你就是说，不能说叫一尘不染吧，起码说也有保证，就是你个人的那种经历履历上的一个，非常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清白的啊，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说你比如像我们这种偶尔之间共产党员，人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酒吧什么的，什么样的我觉得酒吧真的不是说你们想记录也好，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养成了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也好，那个可能真的会对你将来的你的那个更重要的这个东西会造成影响的，就是所谓因小失大，就在咱们国家这个国情里头也得考虑这些事情。是吧？其实包括那个，你就像那个微博有纹身那个，其实实际上你看上次那个他面试应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来说因为这找了人有关系那个什么，最后可能没太计较，实际上也很有可能就因为这种小事儿，那中国好像不得过了。不是，我就说有可能，就因为这种小事儿，本身他有可能，别老拿人家尾巴就是说这种例子。不是，我就说有可能，其实本身就正在犹豫要还是不要，就因为这一个细节对他的这个印象打折扣，对，这你妈这个说的对，可能就放弃了啊。他如果说并不是说什么样的硬杠杠，说你达到没达到。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在给他归到那类人，在这个比较和衡量的过程中，你比如说像一般的那有可能就面试官，像那都很，就无论你在这种体制内的，我就招他一个人，他刺青不刺青的，反正就他一个人报，就要他一个人。那比如说人家是一个非常那个。是吧？气质，比如儒雅的，就气质儒雅又那什么的男孩，跟他这种形象气质男孩，那肯定人家愿意要那另外一个。两个人的话，换句话说，那没准说更倾向于他，是吧？那可能就是得挑出你的毛病来，说比如说，甚至于你比他的应试这个效果还好，考的分还高。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内涵的东西，是不是？那我就在你身上找点什么，这个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就放大以后呢，就作为拒绝的理由，是吧？这个东西呢，一听起来呢，好像说不是那么特别的，不是原则性的，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说那种，因为有的时候好多外在的东西吧，有的时候。但我知道，就我能理解，就比如说，就是你从比如说就是应聘或者招聘这种企业角度来看，但我觉得是个人他都是一个多面体，就是他不可能说只有一个面，就是比如说你就算说你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身边任何一个同事都是，你可能他工作上表达是一种，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私下里生活就是他真实个人是什么样。都没问题，每个人他多变性，但是说就是没必要去用这些类似的这些东西去
就是反正什么时候，甭管在哪儿，就是规则一定要遵守。就是大多数在别规则的打破常范围内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开玩笑说你要想弄那个什么没钉儿，没钉，那就是完全打破常规了。但是没钉儿就是也会可以长上的呀。那不是长不长的事儿，你看看大街上，就是10亿人里的，他有多少？有100个、1000个。打没钉儿的。对，所以就是，而且那一类人里都是什么呢？无论都要不就是什么唱摇滚的，要不就是那个什么的。行了，这些东西就不用讨论了，闺女也就说说。但是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把我当未成年或者小孩，就是但其实我们以后也注意，就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沟通呢，实际上我们也重新认识了你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好的东西，真的，就是不是诱惑，确实是这样的。我是诱惑。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为什么就说这沟通的重要性？人家这个题目非暴力沟通，可能好好的沟通以后，真的能互相发现对方的闪光点，能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对方，这样的话可能沟通就更愉快了。OK 不？几点？几点？你帮我看一下。9点多了。9点多少？9点20多吧。但我还是要说，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年龄代沟的问题。就我知道，尤其你们还是国企，我知道就是反正这种大环境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要是去个清吧之类的，就是大家各点一杯酒，喝完了聊聊天那种，就其实我觉得跟咖啡厅是一样，那种我觉得可以，这个也我们都能接受。行了，这不聊这个话题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基于你这本书啊，说去不去酒吧，是去什么样的酒吧？其实我觉得你自己有一个把握，我们需要，这个跟你这个沟通的已经都基本也都说到了，我觉得你也是能够认识、理解或者把握自己。然后以后我们也多从你的角度去理解你，去支持你。就是我先说，我肯定是频率次数非常偶尔，但是我可能偶尔是需要去。哦，还有一点就是没跑题，就是说白，就比如说你们聊一宿，别就聊就是你到底是给我们俩做工作，去酒吧到底是应该不应该？就我先给你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去年夏天我们去 Elements 嘛，你当时说让我11点回来，但正常情况下来说呢，一个 club 它11点的时候，它的场还没有热呢，它基本上12点之后，它的场才热起来，所以它真正可能大家待的话，可能待到1、2点的时候走。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让我11点钟回家呢，就是一种让我白瞎钱的做法。你说我卡钱 A 也 A 了，我11点就要回家，这确实是有一点。你要这样的话，我就你在聊一些跑题的事。我没有在跑题，我只是在阐述。不行，跟你说吧，你现在来说，11点回家到家，极限了，就我们能接受的极限了。你甭管是偶尔说1次是2次，那要是微波又跟我一块回家，那也不行。除非你将来有男朋友了。其实这2天咱们俩聊天，我觉得男朋友微波又不比男朋友靠谱的多的思想啊，各方面再也能好一些。OK 吧。是吧？应该我们不是说那种一点不开通，或者说是那种怎么说呢？没文化，说真是大老粗那种。特武断，要大老粗的话就不会这样。所以说嘛，那个咱互相理解，对吧？咱们都互相有一个，这不能叫容忍啊，这个谈不上，就互相接受的一个度，是吧？这就是规则。实际上这就是
不是社会规12则点行不行？这就是12点咱们家庭规则，是吧？就是说组织再小也得有规则，是吧？要不也不成为一个那什么，咱家的规则就是，你要说非就这一件你事说谁说的话，那什么，甭说就说，你爸总说我说那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除了我之外都可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让我觉得。那这大人就我们什么时候说超过12点回家呀？那基本都没有，是吧？好吧？没有达到这2天需要聊的那个效果，是吧？不会给我们俩这儿挖套了吧？我没有，但我就是想要说这个闺女都给你这，你挺好也非常好需要进步啊，大爷，你也有你，今天可能聊得更细啊，可能咱们你就是也有需要改进的但是地我觉得方，昨天咱俩也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昨天我觉得闺女真是给我的感觉特别的好，就是真是像大学生了，就是对于有当大学老事物师的的这种潜力。你再把你的口语表达能力再好好练练，你这口头语再少点儿。演讲，你得好好练练对，演讲。好好练练演讲，将来你到大学再走向讲台的时候侃侃而谈，哇，这是让多少学生。那我可以住朋友家吗？看谁分情行了，况。这结束了，关机。